冯小祥是属于很少见的那么一个，应该说既当婊子又当老鸨，还要立牌坊这么一个人。在民国的历史上写的叫15万守城军队无一投降，全部战死。阎锡山死了以后，这人在阳明山替阎锡山守灵，一直守到现在，还活着最后一个。我蒋介石堂堂的中华民国总统，最后到这儿落草为寇都不行。那我在总统，就算我辞职，我不辞职，我就不辞职，我就恶心你。何应钦不干了，说叛贼不两立。地下的防核武器的这个大豪宅，比希特勒的狼穴还大。就大陆的各种古董字画专家一鉴定，没有一件是真品，结果服用了这个被特务动了手脚的冲药，死于马上风，也很悲惨。这个我穿了一身严肃的衣服因为今天要讲我自己情感上觉得很触动的一个话题了。咱们讲了那么多两岸两蒋台湾今天开始讲一个我一直想要讲，而且我觉得有一天如果可以拍电影的话一定会拍出无数的伤感的也好，荡气回肠的也好，甚至有喜剧的也好，无数的电影题材的这一年就是1949。我管这个话题叫做离骚1949，这是我们中国历史上最最重要的文学创作主题之一。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或者一块地方经历过像我们这个老国家这么多次的亡国离乱南渡分离永隔一江水等等等等。中国历史上大家要把这样的文学篇章拿出来看有无数，当然是从离骚就开始了从屈原那会儿就开始，后来经过东晋南渡，那有一次大的离乱，又经过南宋南渡，然后之前咱们讲南明也讲过南明时代的南渡因为无论是东晋南渡也好，是南宋南渡也好，还是南明南渡也好，这个都是外族入侵。那外族入侵其实好办得多，其实就是选择留下的，那大家说你是汉奸；选择走的，大家说你忠烈孤臣孽子等等。但是这一次1949有一个大不同，它不是外族入侵它也不是真正的一个亡天下或者亡了一个叫中国的国家，它实际上是亡了一个政权，而且是亡了一个刚刚在世界上到了顶峰的一个政权，迅速的在几年之内就亡掉了。大家想想，在1945年的时候，那中国已经位列世界5大国，联合国常任理事国里都有一席，然后蒋介石那时候4巨头之一1947年的时候，中华民国还创下一个光荣的记录，叫做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开始行宪选举国大，选举总统，搞得轰轰烈烈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全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那1947年底刚获得了这个头衔，短短的2年之内就亡了这个政权。那当时在中国的几乎所有的应该说是上层的人士吧，因为老百姓其实谁来都一样，即使外族来，说实在的，外族来老百姓也没有义务说跟着你去南渡跟着你去离骚离乱的，那老百姓只能赌了，说这个政权好一点还是那个政权好一点，那好与不好一点办法也没有。但是所有的上层社会的人士那都面临一个选择，是留下还是走走是怎么走？是去台湾还是去香港，还是干脆再有点钱的流亡到美国去？那所以这里面就有无数的故事，我们只讲其中的小小的一小部分吧，就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些人在1949年的人生的大转折吧。这个首先当然是主角就是蒋氏父子蒋氏父子，当然咱们主要说的是蒋介石跟蒋经国，因为他的养子蒋纬国没参与这段，他主要是在台湾待着。在明显的最终要传太子的情况下，按中国历史的教训来说，其他的儿子那最好躲得远远的要不然有生命之忧更别说蒋纬国还不是亲生的。主要就是蒋经国陪着他父亲在1949年到处流亡，到处奔波先是下野回到溪口这个咱们讲了很多，不多讲了。蒋经国每天陪着爸爸，最后是离开溪口的时候很难过中国人讲叫叶落归根那个时候蒋介石已经60多岁了，还要带着儿子告别祖宗，告别祖坟，那当然是非常凄凉离开了溪口，到上海，到南京，又到中山陵告别了孙中山。这个
我觉得比告别祖坟还要惨，因为他从孙中山手里接过的这个衣钵，当然了，他接过来的时候是很小啊，只有一个广东省。那最后他打下了天下，最后他跻身世界4强人之一，做了这么大一番事业，最后在2年之内风流云散。那最后在中山陵告别孙中山的时候，那个心情简直是难以形容。我们这些普通人哪怕读了再多的书，也其实不能理解一个人曾经拥有这么广大的江山，最后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的那种心情。当然正义不正义咱们说了很多，咱们就不多说，我们只是从人的角度来讲伤感，然后最后坐船离开吴淞口，远远的回头看着故国，上海又是蒋介石起家的地方。那最后到了舟山，然后到了台湾，到台湾又不放心，那国民政府又迁到了广州，然后又到重庆，又到成都，整个政府跟着就是一路颠沛流离向西。然后蒋氏父子呢，一会儿从台湾又飞到重庆，说最后如果能守住西南当然是比较不错的了，但是其实蒋心里已经不太相信能守住西南，所以他把所有的钱钱那是你最后这个政府苟延残喘最重要的东西，包括故宫博物院的所有的这些珍贵的东西都已经运到台湾去了，而不像抗战的时候运到重庆四川那些地方去最珍贵的那些东西不光是值钱而且是在法理上能够证明它是正统的那些东西也都从上海运走了。那最后还是带着几口的金豆子到了重庆，然后继续打气维持说我们要坚持西南。在重庆坚持到什么地步呢？我军的炮火都已经听到了，再晚走1小时，那我军的炮火就已经封锁机场了这个时候才仓皇的起飞，然后从重庆所以又到了成都结果又导致川军要叛乱。大家知道在成都当时群集着最后的国民党的集团里，最后基本上都是起义了投诚了也好，起义了也好，那其中川军呢又不是你蒋介石嫡系，那不但要起义，而且还要抓起你蒋介石来给这个新政权献个礼，就是刘文辉当时的这个西康省的主席已经派了兵策划好了，准备在成都这教场口机场把蒋抓起来。那蒋睡到半夜的时候突然被叫醒，说看来川军要叛变，这个赶快跑从后门跑。他的侍卫跟蒋说，蒋毕竟是军人出身嘛，站起来昂首挺胸说，我不从后门走，我从哪里进来的就从哪里出去。然后据记载月黑风高夜，蒋氏父子迎着风含着泪，俩人高唱着国歌，然后从正门走出去，上了车起飞了，而且是在半夜起飞。那个时代的飞机可不像今天这么先进有这么多雷达呀，有这么多导航站，谁给你导航呢？从成都起飞这一路上到台湾到舟山之前，全部都已经被中共占领，然后飞过茫茫的中共占领区，然后没有导航，全靠罗盘。中间那飞员任何一个飞错了，或者是迫降了，天气不好，那就降在中共控制区，蒋氏父子就玩完了，最后到了台湾。蒋氏父子应该算中国历史上亡国之君里，当然咱们说的亡国之君他们觉得这国没亡。现在还在庆祝这个中华民国103年，在中国这么长的历史里面，史记也好，资治通鉴24史都加起来亡国之君经过这么多次的被从一个城市驱逐走，然后这么多次颠沛流离，最后亡到了一个小岛上，应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且还能坚持下来很多人最后颠沛流离就不走了就在这儿殉国了吧，这不叫殉国，殉了政权吧，或者叫殉了祖宗殉了社稷也好。当然中间据记载南京被占领的时候曾经想到过自杀，那被大家拦下来了，说您别死，咱这儿还有一点地儿，咱还能坚持。所以蒋这个人之前咱们讲了很多的性格的柔软优柔寡断，但是这种性格有一个好处，就因为他不刚烈，那所以最后他还比较坚韧，最后能经过这么多丧乱，最后还能到台湾，面对一个满目疮痍的败退到台湾的这个一塌糊涂，这中间还不知道混了多少共谍的几十万的军队，上百万的军公教人民等等等等，从头开始。蒋氏父子这个在1949年经历了应该人生中最永远难忘的这一年吧。当然咱们就不多讲他俩了，他俩讲太多了，咱们接着讲这个其他的人。这个其他的人咱们先说这个最大的这些头吧，这些军阀们咱们管旧社会就叫军阀社会嘛，那讲咱们叫新军阀里最大的一个，
那这几个大军阀的下场呢，咱们民国时期后来最主要叫蒋冯燕桂凤啊，蒋冯玉祥、阎锡山、桂系啊，凤就是张学良了，张学良咱就不讲了。张学良早就去台湾了，在那儿等蒋介石。蒋介石觉得不太行的时候，就先把张学良秘密送到台湾了。但是他也怕李宗仁下令，那李宗仁为了跟中共和谈嘛，下令释放政治犯，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但是没人执行。啊，这个以不知道关哪儿，说总裁不在，我们不知道这俩人关哪儿。其实张学良早已经秘密送到台湾去了。啊，蒋在离开重庆的时候，亲自下令。啊，杀了杨虎城全家，这在蒋的一生中是不多见的。啊，虽然国民党搞过一些暗杀呀，或者讲这个镇压过，比如说中共啊，或者是其他的异己，但是蒋亲自下令杀重要的人还是不多的。蒋是属于那种王阳明啊、曾国藩那种希望自己死后变成文正公的这种人，就是对于自己怎么被写进历史是很在乎的。啊，所以他不是那种大魔头，说我就不在乎了，历史就是我来写得了。他还是比较在乎名节，啊，通常不亲自下令或杀谁，包括杀了李公朴、这个闻一多，其实蒋也没下令，而是自己特务机构去杀的。但是他养了这么大特务机构啊，本身就是他的问题。但是蒋在离开重庆的时候，亲手下令杀了杨虎城全家，就连杨虎城的秘书全家也都杀了。大家看《红岩》啊，电影啊都有写啊。这个唯独多说一句，这杨虎城全家被杀，其中杨虎城的一个孩子，啊，据张学良后来回忆，不是杨虎城亲生的，是杨虎城的老婆和顾维钧偷情生的顾维钧的一个孩子，也跟着一块倒霉，在重庆被杀了。啊，说明蒋心里名节也不顾了，就是觉得离开大陆时候最恨的人啊，就是西安事变这俩人。但是张学良没办法，杀不了，那就把杨虎城杀掉。其他人咱们挨个讲啊。冯玉祥本来已经跑到美国去了，冯玉祥这一向反蒋嘛，那自己被蒋打败了以后啊，抗日的时候还出来这个掺和了一阵子，抗完日就跑美国去，然后在美国天天骂蒋，发表各种这个言论，而且还写了本书，以后把蒋介石写的简直是。冯玉祥，你像一个北方大糙汉，行伍出身的这么一人，那对蒋介石这么一个南方人，浙江人，那就有100个看不上，把蒋介石写的简直是一塌糊涂在那书里，所以蒋介石恨极了。冯玉祥最后在1949年的时候，那中共要召开政协大会了嘛，那如果有冯玉祥这样的重量级的人来参加，当然是好了。那当时国民党留在大陆的成立了叫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就是现在的民革啊，我们的民主党派。那冯玉祥是头啊，中共当然热烈欢迎冯玉祥回国。那冯玉祥就从纽约上船，坐了一条苏联的船。冯玉祥是很喜欢苏联的嘛，啊，当年从军阀变成了参加北伐，就是因为去苏联，啊，到苏联去搬了救兵，然后弄了一堆机枪大炮回来，还带了一个。啊，中共派来的帮他一起革命的邓小平，啊，所以冯玉祥一直是啊，号称比较左，比较倾向革命，坐了苏联的船，啊，最后到了黑海，快到奥德萨的时候，这条船着火了，冯玉祥和他的女儿一起被烧死在船上了，这是到今天为止的一个疑案吧，就到底是谁干的这个事儿，反正每个人都说是对方干的。据张学良后来说，但是张学良其实那时候关禁闭啊，软禁，他也不会知道真相。张学良非说是苏联人干的，啊，苏联人说是美国人干的，美国人没任何道理杀冯玉祥，因为美国那会儿已经抛弃了蒋了，没事闲的去杀一反蒋的冯玉祥干嘛？那是不是国民党干的？这个不是很清楚，没有任何证据。啊，当然了，苏联的内务部调查是说这条船是被炸弹爆炸引爆的，而不是原来说的电影胶片烧着了什么之类的。到底是谁杀的冯玉祥呢？要我说，想杀的人太多了。啊，冯玉祥在民国时代最著名的叫道戈将军，这一生9次投降道戈，卖主求荣。当然他说的不是求荣，他说自己每次都说求革命啊，求真理啊，甭管求什么吧，反正9次道戈。而且暗杀明杀，杀了无数他的政敌，包括以前他的上级徐树铮等等等等都被他杀掉了。啊，冯玉祥是属于很少见的那么一个，应该说既当婊子又当老鸨还要立牌坊的这么一个人。就是我反正看民国史对冯玉祥这个人基本上没什么好印象。啊，满嘴革命，满嘴抗日，满嘴仁义道德，最后干了很多肮脏龌龊的事情了。啊，包括冯玉祥亲手培养起来的他的西北军的13太保，最后都没有一个人理他，最后恨不得要点钱都没人给他，大家对他都简直是。那大家想想，
他当总司令的时候，那他亲手带他的13太保。当军长的时候，他打电话都得跪着接，就这么一个封建余孽，还号称自己革命啊等等。我觉得幸亏他没回大陆，要不然他回来了还得搅和成什么样不知道。他跟宋庆龄啊、张兰啊这些人是不能比的，啊，所以到底是杀了他，他有这么多仇人，他背叛过这么多人，杀过这么多人，这就不深究了。啊，顺便说一句，这个冯玉祥这个西北军系统，啊，是民国史上最重要的军队系统之一。那经过那么多次军阀混战，日本人来的时候，西北军13太保半数当了汉奸，因为没办法呀，你也不是嫡系部队，你也不是蒋介石的，美元来了也不装备你，打仗让你冲在第一线，那很多人当了汉奸，像什么孙良诚啊，什么石友三呐，还有没当汉奸也被蒋枪毙了的这个韩复渠啊，等等等等。但是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消耗，西北军居然到最后，到1949年的时候，逃去台湾的这些国民党高级将领里，还有3位是西北军13太保的。这3个人都还算有点名啊。首先孙连仲，这是有点名，大家看台儿庄大战等等，那是抗战的第一场大胜仗啊。孙连仲号称孙铁头，就是孙连仲守在台儿庄啊，所以成为抗日英雄。另外2位，一位叫刘汝明，刘汝明我就不多说他的身世，只说一句，国民政府曾经授给刘汝明一个锦旗，上写叫挺身当南口之险，走马解西安之围，就是刘汝明干过的最漂亮的北伐时期的事情啊，打过的漂亮仗。刘汝明也一直最后退到福建，最后退到台湾去。还有一位叫冯治安啊，冯治安这个大家如果看过什么佩剑将军啊，或者淮海战役，这人是一倒霉蛋。这淮海战役国民党失败最重要的就是冯治安兵团，当时还不叫兵团啊，绥靖区，后来都改编成兵团。冯治安兵团的2位副司令是俩中共地下党员，一个叫张克侠，一个叫何基鹏。这个突然三野南下，这俩先起义了，导致国民党防线漏开一大缺口，导致三野切断了黄埔韬兵团和徐州的联系，歼灭了黄埔韬兵团，淮海战役第1阶段才胜利。就这么一倒霉蛋，冯治安这个在俩副司令起义的情况下，自己背着行李到南京向蒋介石请罪，说你枪毙了我吧，我下边这个都起义了，我自己光杆司令回了。蒋介石也说，哎呦，我也懒得理你了，你就接着待着吧。最后冯治安也跟着到了台湾，黄埔系的嫡系到台湾基本上都没有兵权了。更别说您西北军的什么13太保了，您就到那儿能给您活下来就不错。当然蒋还好啊，蒋对政敌啊反过自己的人没有那么狠啊，基本上让大家颐养天年。所以孙连仲最后也活到了90好几岁，97岁吧好像啊，很能活。但是很感人的是什么呢？我为什么讲这仨人呢？这仨人在中间啊，有先叛冯的，有忠于冯的，互相还打过仗。中原大战的时候，孙连仲先叛了冯，投了蒋啊。刘汝明跟冯治安都属于坚决不投蒋，最后退过黄河，被张学良改编成29军，就后来驻北平的29军，就是所谓的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的29军，也是卢沟桥打响第1枪的29军。这2个人都是29军的师长，所以他俩跟孙连仲本来是说还曾经水火不相容过，但是最后大家都老了，退到台湾以后，3个人在阳明山边结庐而居啊，所有的之前的戎马生涯、峥嵘岁月，什么你叛了我，我恨你等等，全都烟消云散。这3个人重新想起来，当年3个人是普普通通一兵的时候，冯玉祥当时是个营长的时候，在河北霸县招兵，就招来了这些人，是吧？这些人里的比较能打的，最后陆续成为13太保。这3人想起当年自己从军的时候，大家的那种袍泽之谊吧。结庐而居，没有任何权利，然后过着清淡的生活。3个人一起写了西北军史，啊，把西北军整个从开始到成长最覆灭全部记录下来。这就是冯玉祥西北军的结局。阎锡山讲一下，阎锡山是也挺有意思，这反蒋反了一辈子，最后终于讲到了这个不能让人相信的地步。这当然可能跟山西人这比较精明有关啊。阎锡山最后山西也没有了，什么也没有了，那就干脆就忠于蒋吧，他也没地儿去了。因为蒋下野以后，李宗仁政府，那李宗仁跟蒋是死对头啊。阎锡山后结果当了这个政府里的行政院长，就相当于总理，而且在他当行政院长的时候，一直忠于蒋啊，不停地向蒋汇报李宗仁的各种情况，然后表明多么多么忠心啊。于是最后才有了一张机票能到了台湾。他要不忠于蒋，他连台湾都去不了。你要反蒋反了一辈子，冯玉祥都烧死在黑海了，其他贵系的下场一会儿再讲。啊，结果到了台湾以后，当然立即就解除权力了哈。这所有人到台湾，一切给太子让路。阎锡山这儿可以讲一点挺感人的小事儿，
就是阎锡山在山西那么多年，那山西的人、山西的官吏对阎锡山还是相当忠诚，而且有那种封建式的忠诚啊。阎锡山把山西也建成模范省山西当时在中国属于很少战乱，而且建设的相当不错的一个省结果阎锡山离开太原的时候，就是要求大家死守了最后我军攻克太原以后号称在民国的历史上写的叫15万守城军队无一投降，全部战死。然后500个忠于阎锡山的这个官吏吧，阎锡山的亲信，在省政府门前，省政府相当于阎锡山的宫前吧，在宫门前集体服毒自杀，叫田横500誓。但田横500誓是咱们这个著名的一事儿就大家怎么忠于田横，最后败了，在岛上一起随他自杀了，殉了他。虽然其实没有500人，最后统计下来，真正在他宫前自杀的大概有40多人，但是那也还挺感人的然后最后阎锡山到了台北，完全解除了权力之后，也进阳明山隐居。阳明山后来变成了所有党国大佬被剥夺权力以后隐居的地方，就在台北旁边，还挺美。原来这地儿不叫阳明山，叫草山。那是蒋介石到这儿以后问大家说，这山挺美的，里边还有温泉，说这山叫什么呀？说草山。蒋介石一听，讲这个传统中国人这最怕的就是不吉利，说草山那岂不意味着我落草了吗？我蒋介石堂堂的中华民国总统，最后到这儿落草为寇，说不行，不能叫草山，那叫什么呢？他最崇拜的王阳明，所以叫阳明山。所以大家全都钻进阳明山里去隐居阎锡山去阳明山隐居的时候，当时跟随阎锡山从山西一直忠诚的追随他到台北的大概有50多人，全体辞职，什么官都不要了，就跟着阎锡山进山隐居就特别像战国时期的那些人，特别像那边有田横500誓，这个有点像公子重耳，说你流亡我流亡，你隐退我隐退，我们也不求老蒋，那本来咱也不是他的人，是不是？在他的政府里咱还得受人白眼被人挤的，我们也都不干了，全体追随阎锡山隐居阎锡山死了以后，这人在阳明山替阎锡山守灵，一直守到现在，还活着最后一个人。当时他只是阎锡山一个比较小的侍卫了从山西跟来的，说明这阎锡山虽然是失败了，但是最起码不像冯玉祥众叛亲离，还至少有一些亲信，说明阎锡山人品比冯玉祥还是要好一点。这讲冯阎说到桂系，桂系是比较惨，这桂系号称3巨头的李白大家都知道不是唐朝的李白，李宗仁、白崇禧，这俩人号称李白，虽然俩人都不会写诗但是李白是2巨头，还有一个叫黄绍竑。这3个人呢都是保定军校的广西籍学生，这仨人在保定军校认识的，说咱仨都是广西人，然后保定军校毕业以后，3个人一起回到广西，年纪轻轻在团结起来，在广西打败了老桂系，老桂就陆荣廷这些人，然后统一了广西，而且把广西建成了另一个中国模范省广西的建设、广西的教育很多年都在中国领先。广西可跟山西不一样，广西是中国很落后的一个省。说到这儿我多说一句话，你说这民国这军阀混战等等，结果出现一怪现象，凡是那军阀稳定的统治一个省的地方单独都能把一省建设得很好，阎锡山建设山西，桂系建设广西，反而这大一统的情况下倒搞不好。你说这到底为什么呢？是不是说明大家分开还比较好，大家分成好多小家子，我反而能把小家经营好，那一大家子大家为了这大权开始打来打去，搞得国家涂炭最后大家一起亡了，不叫亡国吧，叫亡了这政权。桂系3巨头的下场给大家讲一下，都很惨，应该这么说。李宗仁呢，当然首先是之前咱们讲过了那跟蒋水火不容。李宗仁是不可能去台北的，蒋恨不能剥了他人皮。那李宗仁就带着钱、带着玉玺、带着各种东西跑到美国去了。然后到美国呢，他名义上还是中华民国代总统那所以在美国他还能搞外交，他在美国还捣乱。他在美国捣了一个什么乱呢？导致国共两方都痛恨他。他最后在美国到处奔走，想让台湾加入美国，成为美国一个州。这个可是国共两方都坚决不干的。毛和蒋2位虽然2位在国内战的时候水火不相容，但是这2位在民族主义这个问题上，这2位是一样的，就是绝不能出现一边一国绝不能出现2个中国这种情况下，毛和蒋在这个问题上统一到什么程度呢？2个人还曾经默契配合过一次，就是58年的金门炮战。这个大家都知道金门炮战，但是大家不知道金门炮战后面的外交博弈。金门炮战的时候，其实美国当时有一强大的实力，在美国国务院里就想干脆就
变成一边一国就完了。就说蒋介石你就别守着金门马祖了，你放弃金门马祖，而且还承诺，艾森豪威尔当时承诺蒋介石说，你只要放弃金门马祖啊，我承诺封锁中国海岸，你换不换吧？你只要撤退，你不跟毛泽东干了啊。同时我们就开始运作说，就是这边是一国，那边是一国，两边进联合国等等。啊，蒋坚决不同意，蒋说中国只有一个，那我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中国只有一个，绝不能分成俩，啊，绝对不能从金门马祖撤退啊，因为有金门马祖在，中华民国至少有俩省，在他的统治下，一个台湾省，一个金门马祖，就是福建省。这福建省政府的省会就在金门岛上的这个叫连江县，金门岛上有一个政府。因为你有台湾和金门马祖代表的福建，才代表了中华民国政府，就是讲这个政府的合法性，说中国都是我的，我统治的不光是台湾。有一天如果放弃了金门马祖，这合法性就没有了，而且大陆也不希望他放弃金门马祖，变成一边一国。金门马祖不但从来没有属于过台湾，台湾割让给日本呐，台湾怎么样，什么开罗宣言里面都没有包括金门马祖，那就是大陆的地方。所以当时毛专门派人给蒋送了信，在58年金门炮战的时候说，我们两个一起联手打破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阴谋。然后毛说，那咱俩就开始这样默契，叫单打双不打，单日打炮，双日不打炮。双日不打炮的时候，你好运补给啊等等。所以蒋在美国面前最后说，你看我守住了金门啊，共军没有进攻，那美国最后没办法，企图分裂中国的这个阴谋没有得逞。毛也很高兴，蒋也很高兴啊，毛也因此说，你看金门我打不下来啊，这边蒋坚定的守住金门，那所以苏联你得帮我核武器，所以两边都获得了外交利益。这金门马祖的事儿咱们以后还要再讲到啊，今天先说到这儿。这个总而言之，李宗仁运作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分裂祖国的罪人，这件事儿没做成啊，不但没做成，还被大家唾弃。他实在没办法了，那最后说那台湾回不去了，那就运作回大陆吧。就正好程思远当时在大陆位置还比较高，他以前的秘书啊，程思远运作怎么回大陆啊等等，当然运作了很多年啊。大陆也不是很欢迎他啊，因为他地位比较高。你说你这代总统啊，你回来给你个什么位置好呢？当然台湾这边呢，跟他是水火不相容到什么地步呢？就是蒋介石要复行世事，叫复职。李宗仁还在美国发声明说你违宪，说我是代总统，你怎么能复职呢？啊，你得再重新选。那我代总统，就算我辞职，我不辞职，我就不辞职，我就恶心你们在美国，啊，就算我辞了职，那也应该由行政院长继位。按照宪法，总统走了，副总统继位，啊，副总统再走了，行政院长继位，行政院长继位，那就得阎锡山或者是陈诚继位。那蒋肯定不干啊。最后蒋找出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法理依据，说我没有辞职啊，我是下野啊。如果我辞职的话，你就不叫代总统了，你就是总统嘛。就跟尼克松辞职了，那副总统上了，那他就是总统。我没辞职，我叫下野，所以我就叫复职。你也不是正式的总统，你叫代总统。所以蒋介石复职以后，那最后李宗仁运作了很多年，一直到1960年代啊，才终于回到大陆，也没得到任何位置。回来之前干了一件什么恶心事，给大家讲讲，给你乐死。就是说我没钱，说我在美国过得没钱了，这个我想回大陆，我得把这儿处理掉啊，运作点你们，我卖点东西吧。啊，派个亲信带了一堆说我民国时期收藏的字画回大陆，说把这字画卖了。结果到了这儿呢，大陆就组织了一帮这书画专家，一鉴定，他非说那些字画值11万美金，那个时候11万美金很值钱啊。就大陆的各种古董字画专家一鉴定，没有一件是真品，全部是赝品。你说这李宗仁有多不要脸？然后据大陆的书画专家估计，他带回来所有东西就值3000块钱。啊！但是毛泽东大笔一挥，说咱们不跟李宗仁这种人计较，给他12万，他不是要11万吗？给他12万美金，虽然这东西就值3000，所以李宗仁最后回国之前还敲诈了一笔，拿了3000美金的这个赝品书画，敲诈了中国政府12万美金，最后回来了。啊，回来以后也没给他任何地位，这个最多是给他一个老婆死了以后给他一老婆，就是一护士。然后文革的时候又抄了他家。然后又假装保护他，在医院里301医院里住着，最后死在了301医院里。这个胡耀邦同志1978年在党校的一次讲话里，非常正式的肯定了李宗仁是被毒死的，是被康生毒死的，下了慢性毒药。所以桂系大佬的下场啊，就是这么的可耻。这个最后回来投靠，又敲诈一笔钱，结果被康生，当然主管中国的所有的当时的政法呀、秘密的这个等等这些事情吧。这桂系老二的下场呢，白崇禧的下场呢，
这个也比较悲惨。那白崇禧，你说你上台北干嘛去？你反了一辈子蒋，啊，最后淮海战役的时候，如果不是他扣住了一个宋齐联兵团，淮海战役鹿死谁手还不一定。那淮海战役打到最后就只差一个兵团，那没准就赢了。最后黄埔系的嫡系的宋齐联兵团被他扣在武汉，说我就是没船运他们。最后眼睁睁的看着淮海战役失败了，反蒋一辈子到这时候还在反蒋，你说你去台北干嘛？还是有点官迷。最后蒋等于是骗了白崇禧，蒋玩权术还是很厉害，说我现在阎锡山不想做了，那请你来台北组阁。你想组阁呀，就是出任行政院长，这白崇禧还没当过行政院长呢啊，这辈子当过最高的国防部长、总参谋长啊等等。一想说阎锡山可以当行政院长，说明蒋对这个政敌还比较宽容，那也许我也有机会。于是就到台北去打算组阁，就到了台北，被委任以中华民国穆斯林促进会会长。这是一什么职务？白崇禧的姓白嘛，大家知道姓白，他老婆姓马，姓白姓马，这都是中国穆斯林最大的姓，他自己是个穆斯林。结果到了台北，不但没组成国，只当了中华民国穆斯林促进会会长，然后就非常潦倒。大家看看他的儿子白先勇，当然这个白崇禧我觉得给中华民族做了一个伟大的贡献，就生出一个白先勇啊。白先勇的东西写的是太好。那但是你说白先勇是不是算台湾作家？我不敢说啊。那跟着去了台湾，大家看看白先勇写的《台北人》，就知道他们的生活有多么压抑。那《台北人》里面写到那些党国元老啊、老将军、老秘书、垂垂老矣的仆人啊，在台北苟延残喘的生活，看的就是我感同身受似的，直掉眼泪。那其实就写的就是他们家嘛，那在那儿完全不受待见，然后最后死的，而且也很可耻，就死于马上风。这马上风年轻人可能不知道，就是行那苟且之事的时候死在人身上了，就是和一个女护士，那就是人老了嘛，但军人认为自己身体比较好，结果就死于马上风。当然了，白先勇先生是不同意的啊，那没有一个人承认自己父亲死于马上风。据记载，就是国民党特工在白崇禧的春药里加了量，而且加了一些其他的药，导致白崇禧那老了嘛，你想白崇禧那还得跟护士来的时候得吃春药，结果服用了这个被特务动了手脚的春药，也很悲惨啊。这个桂系三巨头的第三个人黄绍竑，结局是什么样呢？先是跟着张治中到北平来，他是国共谈判代表团的团员啊，因为国共谈判代表团不是蒋介石派的，是李宗仁代总统派的嘛，那派一个自己桂系的亲信嘛。那三巨头之一黄绍竑到了北平，那最后谈判代表团都留在北平了，张治中都没走，那黄绍竑也没走。结果黄绍竑是1957年就被打成了右派，文化大革命一来，然后被残酷迫害，服毒自杀2次未死，最后用剃刀割喉自刎而死。这个桂系的结局就是这样的。1949年3个桂系三巨头做了3个选择，李宗仁去了美国，白崇禧去了台湾，黄绍竑留在大陆，结局就是这3个人的结局。接下来说说这个什么人呢？黄埔系有一些挺有意思的，很忠心耿耿的啊，颠沛流离。这些故事当然咱不能拍了，但是拍出来也很有意思。之前咱们提过一句，这李文是属于很忠勇的一个人。先是在北平起义的时候，就哭着跟傅作义说：“副总司令，我黄埔学生，我不能起义，你给我送南京去。”于是给李文送南京去了。然后李文到成都最后一站的时候，指挥唯一的一个中央军的兵团，叫第5兵团。当时群集在成都的7个兵团全部起义，只有李文兵团说我不起义，继续打。然后最后被击溃以后，李文被俘。被俘的时候，李文身上还背着一口的金豆子。那个时候，每个兵团司令被俘都背着一口的金豆子，因为那时候政府已经没有了，没有财政部，啊，军费怎么来呢？就是蒋介石给每个兵团司令一口的金豆子当军费。李文背着金豆子被俘虏他的解放军战士，直接抢过来推着扔地上了。李文当时还说：“这是国家的财产。”啊，国家不管是谁来执政，你们要保护好，交给你们的首长啊。这些金豆子是军费，今天不打仗了，未来给国家用。然后自己在押送的路上，李文也不是怎么那么逗，还跑了，一路跑到云南，然后跑到越南，最后从越南弄了条小船到台北。然后蒋见了李文，泪洒当场，说：“这么忠诚的黄埔学生。”还有啊，忠诚的黄捷兵团最后也是被迫退到越南。越南当时是法国殖民地啊，法国军队就是说甭管谁来，就跟到香港一样，先缴械。
那黄杰兵团于是缴械进入越南，然后被关在法军战俘营里，然后在战俘营里保持气节呀，跟法帝国主义殖民者斗争，最后终于带着全兵团，虽然没有了武器，回到了台湾。这又一个黄埔学生李弥，这个可能更多人知道一点。李弥本来在云南，也是中央军的嫡系。李弥是淮海战役的时候逃出来唯二的2个兵团司令，一个是孙元良，一个是李弥。孙元良当然也跑台湾去了，而且活到106岁，真能活。生了一个大帅哥儿子叫秦汉，一块逃出来。李弥就没他这么幸福，李弥最后在云南，正好赶上卢汉起义，云南的滇军的统帅叫卢汉。卢汉说：“我突然通电起义了，要扣住所有在云南的中央军。”于是中央军就开始乱打一通，然后就开始跑，就被我军一直打，最后追到缅甸去了。于是，在缅甸占领了一块地方，就是后来大家熟悉的金三角。国军在缅甸金三角种鸦片也好其实种鸦片是次要的是后来的，主要的是当做一个反共基地。这个后来一直在那儿有国民党从台湾给他们补给坚持在那儿说你不许回台湾，你必须在那儿坚持。讲最后对很多人说你就别回来了，我们黄埔军人能不能有几个殉国的或者坚持打游击的，你就在那儿待着吧。一会儿袭扰一下云南一会儿跟缅甸政府军打一下反正坚持了很多年吧。最后被我军跟缅甸政府军一起基本上剿灭了，当然只剩了一些后来成黑社会了变成了金三角黑社会。这是李弥的一支，后来李弥也回到了台湾剩下一堆老将那纷纷跑到台湾去，也都解除兵权，啥事儿没有。何应钦你说反讲那么多回，这之前讲过不多讲了。到台湾干嘛呢？这个负责复兴中华文化，这你说负责复兴中华文化要何应钦干嘛呀？一个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也没什么文化，去了台湾那么多大文化人都不管，让他去复兴，就是因为实在没地儿安排嘛。那何应钦最后干嘛呢？还曾经在台湾组织过简化字。这个有点意思，组织简化字完了以后，那你说在大陆组织简化字这帮学者，跟在台湾弄简化字这帮学者，其实原来是同一波学者都是一帮民国大学者，只是有一半留在大陆了，有一半去台湾了。于是台湾简化字出来一看，和大陆简化字几乎是一模一样，说明学者们对简化字的方向的思考是一样的。于是何应钦不干了，说汉贼不两立，人大陆已经先简化字，咱们也简化字，虽然咱自己发明的，但是跟他一样，等于咱学他们不行。所以台湾最后也没简化字，就一直用他们叫这正体字到今天。何应钦最后活了97岁这个薛岳薛岳是应该这么说，资格比蒋介石还老，是孙中山的3个警卫营营长之一。虽然当时3个警卫营长那都是赫有名的战将，都是悍将。这一位已经牺牲了，就是叶挺这我党的叶挺一位薛岳薛岳是抗战时期其实打过最多胜仗的我军的指挥官，3次长沙战役打败日本就是薛岳指挥的。但是这人打内战的时候就完全不行，你说在长沙跟日本打了那么多年都没输过，结果到海南守3天就打败了。薛岳最后10万大军守海南，突然我军一登陆海南3天就败了，然后就逃到台湾去了。薛岳也活了100几岁这个事儿很有意思。这个在这儿多说一句这个大家在1949年做了选择，有跑到台湾去，跑美国去，有留在大陆的。结果跑到台湾去的这帮人形成了一个大的长寿群体。这个到底是因为台湾这气候好，大家能活100多岁呢，还是因为台湾这个阶级斗争少，没人来斗他们这阶级，活了100来岁呢？还是因为他们更早的就把权利都没有了，没权利一身轻，反而能活了100几岁呢？咱们不敢妄下断语反正留下的没几个长寿的，这我就不多说了，大家你懂得。刚才刚说了孙元良100几岁，这薛岳100几岁，何应钦活了97岁张学良活了100几岁，孙立人被软禁起来了，也活到90岁。然后这宋美龄100几岁，好家伙，这张群也活了102，顾祝同活了94，这钱穆大师也活了95岁钱穆大师到90岁的时候还写了《晚学盲言》，是我最热爱的历史书之一，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看。就是因为钱穆先生90岁以后已经眼睛瞎了，就全靠记忆力就写出来恨不能用古文写的对中国历史的整个的阐述，叫《晚学盲言》。陈立夫100几岁，陈立夫多讲一下，这陈果夫、陈立夫
真没贪腐过，陈果夫、陈立夫两袖清风，啥事也没有。然后以至于到49年的时候，但两兄弟勇于承担嘛，那大家就暂时把他俩叫来说，你看你又是我大哥的孩子，我让你们俩管党管这么多年，现在失败了啊，那你说军事失败还是党失败，那总是要有人来担责任嘛。陈氏兄弟就说，那叔，那您既然这么说了，我们俩侄子辈的，我们俩来担责任，那我们把党没弄好，党确实没弄好啊，这之后再讲，这国民党这党的这战斗力比共产党要差的不是一数量级的。于是两个人担了责任，陈立夫就远走美国，然后夫妻俩人啊，在那么大岁数了，养鸡卖鸡蛋，幸亏陈立夫还留过美，学过矿业，还会说英文，在美国过的生活，凡是去看他俩人回来都感叹说，过得真是清苦，比胡适还清苦。胡适在美国已经带着老婆坐公共汽车了啊，都没有陈立夫这么清苦。最后蒋还派人给陈立夫送点钱去，说你勇担责任，你拿点钱，你别过那么苦。陈立夫还不要，说我既然失败了，那我承担责任，我就是不要这政府的钱了。结果也活了100多岁。最后咱们批判国民党的时候，通常叫4大家族，蒋宋孔陈，这大家都知道啊。不知道是因为《红楼梦》还是怎么着，咱非得凑出这4大家族。其实这4大家族完全彻底的风马牛不相及。这个只有孔宋两家，这宋家这个3姐妹加上宋子文，这当然是个大家族了。孔家这个孔祥熙再加上他这些儿子们啊，也是个大家族，而且确实贪腐，这个咱们有一说一，有二说二。4大家族里2贪2不贪。孔宋两家因为长期掌握国民政府的财权，就轮流当财政部长吧。这财政部长不是孔祥熙就是宋子文，俩人还先后当过行政院长。尤其在抗战期间，两个人经手美国援助的时候，真的是做了大量的贪腐。之前咱们也提过啊，不但有详细数据证明，这1949年两家都选择去了美国，过得有多么豪华，大家就知道。你说你不贪，那你叫巨额财产来源不明，那钱从哪儿来的？这两家，首先孔家啊，大儿子，这大家看什么建丰同志什么都已经看到了啊。建丰同志打老虎，主要打的就是这孔家大儿子孔令侃。当时在上海说囤积取旗等等，投机倒把，赚了大量的钱。最后49年去了美国，那当然就是巨富啊，连他弟弟都是巨富。他弟弟叫路易斯孔，这个反正英文书里都管他叫路易斯孔，他大概是叫孔令杰。富到什么地步？不但是德州石油大亨，而且他们家那个庄园之大，自己还有卫队，有大量的电网围起来的庄园，那庄园里面还有一个地下的防核武器的自己的这么一个地下大豪宅。据去过的人说，这个地下的防核武器的这个大豪宅比希特勒的狼穴还大，而且还娶了美国电影明星叫做 Deborah Paget， 大家看看大美女啊。你说你不贪来的钱你从哪儿挣的？你们家都干过什么？所以这个孔宋两家当然是贪腐的啊。这个蒋本人和宋美龄、蒋经国当然是没有什么可贪的，因为他觉得国家都是他的嘛，他有什么好贪的呀？给大家讲个细节啊，蒋本人和他老婆和他儿子确实是没有怎么贪污。说蒋拿国家钱当自己钱乱花，那也是花在了什么收买军阀呀等等。蒋有这个坏毛病，本身还是充满了那种封建思想，就觉得我就是主公嘛，我只要批个条你就得给我钱。但是蒋自己并没有花这些钱，蒋花钱干嘛呢？收买张学良1500万啊，收买韩复榘好几百万啊，收买各种军阀，然后到处给人钱，就是觉得只要收买你，那报社的头也好啊，什么也好，没有预算啊，不经过议会啊，也不经过什么国务院的立法院，不经过行政院，就是自己主攻批个条。这宋子文多次跟蒋决裂，都是为这个。宋子文说：“你不能这么干，说咱是一政府，咱这政府是有法的，不能您主攻批个条。”蒋每次特生气，蒋说：“我这为了国家呀，我又没花给我自己身上，我为了国家，我们现在要统一啊，我们现在要这那秘密外交，我就是要钱，我就批个条，你得给我钱，我就要去干这些事儿。”所以这蒋本身的这种做法，其实导致了孔宋两家能贪。因为等于就是没法律，大家都可以批个条把钱拿走嘛，所以蒋是对孔宋两家的贪污起了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蒋自己真的是没什么钱啊，蒋还曾经下野以后去找人借钱去借钱，说我要回西口处理后事啊，等等等等。再给大家讲一小细节啊，蒋的卫士的回忆，说快过年了，蒋的卫士这个去给蒋端茶，然后一看蒋自己拿一钱包在桌上正那数钱呢。
数出几张来，然后还想了想，最后给这卫士说：“这是给你过年的钱。”这卫士特高兴，说：“谢谢奖。”大概给了100多块钱吧，那时候很多钱啊，一个卫士一个月可能10块钱也就。然后奖专门还说得很清楚，说我任国家的职务，那国家给我配备的那些人，那叫外事，就在外面的侍从使什么，那是国家的经费给，是应该的。但是我的内事，就是服侍我的，这钱应该从我工资里出，我自己给，而不能让国家给。所以咱们说了很多次，从他日记里啊看出这人不是一独裁者，这确实是。你说哪有一个独裁者身上有钱包的呀？什么东西多少钱都不知道。这个当然了，包子多少钱还是知道的啊。宋美龄也没钱，宋美龄到美国全靠这些外甥们，这孔家这几个外甥都特有钱，在纽约给宋美龄买一公寓，然后给宋美龄供着如何如何。最后蒋去世以后，宋美龄最后到美国就终生没回台湾嘛，也是住在他的外甥给的，就孔家给的公寓里。而这公寓说实在的并不豪华，里面很朴素。大家如果有机会能看到里面的样子，其实真的没那么奢华。而且一直到宋美龄都已经98岁了，才有了第一台彩电。大家想想啊，那都快2000年了，中国人民已经家家都有彩电了，宋美龄到98岁才在纽约的公寓里买了第一台彩电。蒋经国更是了，蒋经国是那种雄才大略的人，他更没有什么可贪污的了啊。蒋经国是要当一代伟人的，所以蒋宋孔陈4大家族，实际上就是孔宋两家是非常贪，而且不但贪了钱，而且49年的时候选择了，至少是抛弃了给了你这么多钱的，给了你这么高地位的，哪怕对这国家没感情，对您这妹夫总得有点感情吧，对您这连襟总得有点感情，没有。孔宋两家不但都没去台湾，而且全去了美国，大把在美国花钱置产等等等等，而且坚决不让宋美龄回国。宋美龄就一直住在孔家，然后宋霭龄就老跟他说：“你就别回家了。”哥哥也劝他，这姐姐也劝他。你说这宋美龄有多倒霉？说心里话，孔宋两家真正拿蒋介石就当一次风险投资啊！当然这次风险投资成功了啊，虽然最后这公司快倒闭了，奄奄一息。这两家已经趁着这个蒋家王朝上市，在抗战末期以及这个47年行宪前后，已经套现走了 ，cash out， 在美国过着好好的日子，根本就没拿蒋当亲人。你说哪有这样的？就相当于孙权嫁了女儿给刘备，然后最后就说：“哎呦，这刘备这不行，别跟刘备了，走吧。”才有了这个跨江夺阿斗的故事啊，这个就是政治婚姻。可是宋美龄这点还挺感人的，宋美龄不是孙权的妹妹。啊，不是说你哥你让我不跟我老公，我就不跟我老公了。当然了，孙权妹妹也不是刘备大老婆啊。宋美龄对蒋介石还是很有感情，然后最后说我还是要回去。这个我老公这儿风雨飘摇，你想这都已经到处含着泪花，唱着国歌，父子俩然后从成都冲出来，啊，到处冒着危险等等，说我不能不回陪他。孔宋两家扣着不让走，直到有一天早晨，宋美龄醒过来对他姐姐说大姐，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了耶稣本人。那宋美龄、蒋介石他们都是基督徒嘛，我梦见了耶稣对我说 ，All is right， 我要回去。那宋霭龄也是个基督徒嘛，宋霭龄一听说，那既然耶稣都跟你说 All is right， 你就走吧，而且你就别跟咱哥讲，也别跟你姐夫说，咱们马上我帮你收拾东西。宋霭龄马上帮这妹妹俩人收拾好箱子就开始就跑。走的时候，宋美龄回台湾也很凄凉。宋美龄讲最风光的时候有多风光，在国会演讲，大家都看到了43年，然后全体国会议员起立，然后美国人把她当成大偶像，把她当成世界上最有魅力的女人。大家看过著名的电影《罗马假日》，这《罗马假日》里头，这派克不是演一记者吗？然后派克说我要去采访一位神秘的人，一位杰出的女性，然后他同时还开玩笑说你不会是能采访到宋美龄吧？可见啊，宋美龄是多么的火。当年宋美龄当年的火已经盖过了美国第一个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另一位杰出女性赛珍珠。大家知道1943年其实是有2次伟大的演讲，女性演讲在美国国会，一次是赛珍珠替中国说话，赛珍珠就是传教士的女儿，就是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在中国待了恨不能大半辈子这样。这个在镇江，最逗的是我以前看赛珍珠看的是英文版，我一直没拼出来这地儿，我一直以为是重庆，因为大概镇江跟重庆拼起来差不多都叫什么重跟什么之类的。后来直到最近年看起来才知道赛珍珠是镇江长大的。
赛珍珠写中国的作品《大地》啊等等，这个最后赛珍珠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也是美国第一个诺贝尔奖的女性，也是美国最年轻的夺诺贝尔奖的作家。为了中国，1943年在美国国会大声疾呼支持中国，因为赛珍珠声情并茂的演讲，美国国会废除了歧视中国的法案。紧接着才是宋美龄去演讲，然后美国国会全体起立鼓掌啊，给中国援助等等。宋美龄的风头都盖过人美国本土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赛珍珠了。每次都是美国派专机接宋美龄到美国，这次回去的时候，美国没有人理她，也没有人送是，也没有专机，因为美国那时候已经抛弃了她老公啊。宋美龄辗转从纽约到了旧金山，坐船出发，到了夏威夷，从夏威夷又到了关岛，然后从关岛又到了台湾，蒋亲自去迎接这个患难夫妻啊，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打嗝。这个江山已经成了这样，但是还好有个爱人能风雨相随。那宋美龄我觉得还是值得敬佩的啊！这个时候没有听她哥哥、她姐夫等等这些人呢，毅然回到台湾陪伴她老公。其他的人那就各自看命了啊！能上了飞机的上飞机，能上了轮船的上轮船。这个成都起飞的最后一架飞机，快起飞之前，有一位大胡子拼命跑追那飞机，追上以后说：“我是张大千，快开门让我上飞机。”大家开门说：“你是张大千，好，张大千你可以上来，您手里拎那东西给我扔下。”说我们这飞机已经超载了，是什么也装不了。张大千说：“我拎的这是我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在敦煌临摹的敦煌壁画，这是中国国宝，一定要带走。”最后飞机上的教育部长杭立武在舷梯上跟张大千说：“张大千，你现在就跟我签一协议，你带了这些画到了台北以后，捐给国家博物馆。”捐给故宫博物院，你不签我就不让你上飞机，你签了我把我行李扔下去让你上飞机。张大千我签，站舷梯上，张大千签字说我这些东西到了台湾以后一定要捐给国家博物馆。杭立武说把我行李，杭立武自己2大箱的行李直接就扔了，那就是所有家当啊，这一去台北就永隔一江水，再也回不了故乡。杭立武东西不要了，教育部长把箱子扔了，说张大千你上来吧，把画带上来。这个还有各种各样的传说啊，什么孔二小姐带着狗什么，那很多都是无稽之谈。但是这件事是真的啊，张大千上了飞机，然后上海码头、广州码头，每个码头人山人海，到了什么地步？南京码头出发的运故宫博物院的3000箱珍宝的船，居然每条船还是海军军舰啊，为了运送国宝，居然每条船还没运送国宝上来之前就已经全满了人。然后大家都说怎么办？这上面都是海军家属，你也没办法。海军说：“那我们家属也得离开，我们去台湾把家属扔这儿不行。”让大家求大家，拿枪逼大家说这是国宝，必须要先让国宝上船。最后拿枪把海军家属全逼下船，才能把这3000箱国宝运上军舰送到台湾去，好表明这个政府的这个政权的合法性。这国宝啊也挺有意思，压根儿就没从箱子里拿出来过。这国宝从30年代初918之后就开始装箱。就怕日本这直接就到北平来了吧，就装箱，装了大概18000-9千箱吧，然后就陆陆续续往南运，往南京运，然后等刚运到南京差不多了，抗战又爆发了，南京要失守，然后又往四川运，水路、陆路等等，然后一直又运到四川，在四川的一个岩洞里又藏了很多年，然后好不容易光复了，把日本投降运回南京。到南京正准备说好好弄回北平去，然后再怎么开展，结果又失败了。结果正好这堆国宝压根儿也没开箱，从1930几年开始到1949年，就可见这个古老的国家多么悲怆。然后这些运送国宝的人，从北平出发的时候还是个年轻人，20几岁，最后到了台湾的时候都已经是40岁的中年人。然后国宝又在台中的一个山洞里、岩洞里又放了很多年，一直到1960几年的时候，建好了故宫博物院，在台北，就现在大家去台北旅游最大的景点，才把这些东西见了天日。大家想想30年，这国宝一直就在箱子里。当然走的国宝只有3000多箱啊，整个故宫博物院加上国家博物院加上国家图书馆大概有大概2万箱东西吧。但是3000多箱应该算是比较精华的吧，因为他们是先把精华挑着先跑，后边的大件什么东西都跟在后面。而这3000多箱里还有80箱是最珍贵的，是曾经在伦敦展过，在美国也展过的。这80箱最珍贵的目前是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所以两边的故宫博物院叫这边多那边精，两边其实有一天能在一起，才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正统所在，文化传承所在。国宝跑了，这个人呢也得上船啊。
大家刚刚看的电影《太平轮》啊，吴导有点鸡贼，只演了太平轮的上集，直到最后才出现轮船一角，就没演下集，所以大家没看到太平轮的故事。那太平轮也是一样啊，从上海出发的船呢，人山人海。那个时候金条已经不值钱了，什么都不值钱，就船票最值钱。那而且每艘船都超载的一塌糊涂。太平轮啊，就是蔡康永他爸爸开的轮船公司，他们4个人合股的轮船公司。当时几条最大的船往返台湾、上海都是他们家的，啊，所以蔡康永还写过一篇文章叫《我家的铁达尼号》，就讲的这条船。当然，这条船沉了以后，上千人死了，这么大的海难以后，这家公司也倒闭了，就跟千千万万的破产的资本家、千千万万的一无所有的人到了台湾一样。当时还没有蔡康永呢，蔡康永当时并没有在飞机上或者轮船上，是他爸爸没办法到了台湾，而且没能带走老婆，大资本家都没能把家眷带走，所以蔡康永父亲是最后只身流落到台湾。到台湾以后又没法当资本家了，又重新学法律，考律师，考了律师执照，重新做职业律师，重新在台湾又找了一个太太，这样才生了蔡康永。所以康永哥，我们一块做节目，经常跟我说我在大陆还有几个完全能当我爸的哥哥姐姐。你想他爸生他的时候都60岁了已经，但是蔡康永家只是代表了千千万万的普普通通的那些人，比如说李敖他们家啊，曾经也是当过局长啊，当然是当了伪政府的局长啊。李敖他们家必须得跑，因为当过汉奸留下来，早就镇反给镇压了，那也跑到台湾去，然后流落在那儿挣扎找工作等等各种辛酸史啊。李安导演他们家也是，李安的父亲还曾经当过县长啊，还曾经在财政厅当过官员啊，最后沦落到台湾，也是台北根本找不到工作，沦落到台中、台南，最后到台南当了一位小学教员。台南已经不是外省人聚居地了啊，最后在花莲当了一个校长，培育出了伟大的导演李安。就是无数的这种奋斗啊，求生上将满街跑，到了那儿什么都不是，少将恨不能在街边摆摊炸油条。上将胡宗南，蒋介石坚决就不想让胡宗南走，说总得有个殉国的人呢。这成都战役为什么最后大失败？就李文一个兵团大，就因为胡宗南跑了。胡宗南实在是给蒋介石丢脸呀，实在是提不起来的臭豆腐。最后蒋离开成都说胡宗南你不许走，你必须在这坚持。最后成都守不住，到西康去，在西康坚持。啊，胡宗南说保证不成功则成仁。黄埔学生里当到最高军阶的就是胡宗南嘛，那就深受国恩。最后胡宗南我军还没逼近，胡宗南自己先跑了，飞到海南去，而且还没告诉蒋介石。蒋介石在台湾还说打呀打呀，给我打！结果说怎么都起义投降了？说胡宗南跑哪儿去了？一问说胡宗南已经跑到海南岛了，给蒋介石气的。就是其实蒋介石性格还是相当柔和，要不然早就把胡宗南枪毙了。所以胡宗南最后到了台北，住在眷村里，一家7口人住在一间屋，申请一个电扇都没有，最后连这一间屋蒋都不让他住，蒋说你还有脸住在台北，你给我上一个岛上当司令去，那个岛跟他共存亡，叫大陈岛。大陈岛在什么地儿？大家看地图，这胡宗南好惨。大陈岛还不是什么澎湖或者是金马，离台湾挺近。大陈岛是在北边，特别大陈岛属于浙江省，它不属于福建省，是远离台湾。就舟山撤守以后，大陈岛就孤悬海外，特别远的一个地儿。那最后是过了很多年才主动撤离啊，胡宗南就被逼着带着全家到大陈岛，曾经的西北剿总司令，黄埔学生中第一个上将，最后沦落到叫大陈岛防卫司令，就带着全家您那岛上打鱼去吧。然后这种故事太多了，就不一一跟大家讲。大家想想啊，上将尚且如此，中将少将就更别提了，就是一间屋都没有，到处沦落。给大家讲讲沦落到香港的国军啊，在香港打起了庞大的难民营，因为香港也一样，进来就得缴械啊，跟去越南一样，就是法国殖民地也好，英国殖民地也好，完了就缴械，就是2-3万国军最后退到香港。啊，我军追到深圳河边，这毛主席下令说不要过河啊，留着香港可能有用啊。于是香港退进的国军就是难民吧，在香港又脏又臭，随大小便。然后最后这个港英政府实在没办法了，说我们也管不了你，你们在这边也实在是太乱太脏，你们就去郊区郊外一个山，我也不管了，那就归你们了。于是这个流落到香港的这个2-3万国军啊，
就在香港远郊的一个山里面，自己成了一个独立王国。然后这里边也有了关爱，然后也有了各种卫队等等等等，独立成什么样的呢？几乎就是水浒。这里边也有了108将，当然它不是108将，是14个国军的军官，以一个叫葛兆煌的中将为首，成立了叫14K， 这个赫赫有名啊，14K成了香港当时最大的黑社会，火到什么地步？跟后来的那些什么只弄点演员啊，弄点电影明星啊，那14K那已经都衰落了很多。当时14K在香港，就是在他们那个独立王国里是不竖港英旗的，竖的是中华民国青天白日旗。青天白日旗到处飘扬，而且到双十节的时候，港英政府拒绝升青天白日旗，于是14K能做到什么程度？能派数千人冲进香港市中心打砸抢。香港警察来，大批警察来跟香港警察对打，你想全是军人呐，2万多国军败兵在那里，把香港街市打的是一团烂，然后再跟港英谈判，港英政府恨不能趁兵国要派军队来了，都镇压不了。14K 是这么大的一个大黑社会组织，在香港欺行霸市等等等等，而且还最后分出一个分支来，这个分支就是葛兆煌下面的一个少将，名字叫向前。姓向，大家就已经猜出来了啊！著名的向家，这个叫辛义安。因为梅艳芳事件我也不多说，大家去百度一下吧。因为打了梅艳芳一个耳光，这个14K 的头，于是被杀了。被杀了以后，梅艳芳也跑到什么泰国什么地儿躲了1年。据说是可能是辛义安这个我就不多说了。总而言之，这个14K 从那之后就慢慢的不行了。辛义安因为做电影做很多实业等等等等，依然今天还有庞大的产业。所以14K、辛义安这都是国军残部建立起来的。在台湾也是，就跟大家讲过很多次眷村那眷村呢打那么多的军官的子弟等等，在眷村里像这种大院里是很容易滋生黑社会的。那大家都是外来的嘛，那大家打架斗殴所以台湾最大的黑社会竹联帮也是国军残部那退到台湾以后，在台湾的眷村子弟建立起来的。大家想想14K、辛义安、竹联帮，再加上缅甸金三角的大毒枭们，等于都是退出大陆的国军残部建立起来的。整个华人的黑社会群像都是1949年这一年的离乱造成的后果。这个军人当然还好至少能打能杀嘛，能吃口饭。那普通老百姓就更惨，尤其是青年学生就更惨大教授们可以去，胡适可以去，傅斯年可以去，那国民政府这教授们都是礼遇有加嘛，那林语堂可以去，钱穆可以去，但是学生们呢，那就得靠自己2条腿。其中最大的一股，而且我觉得也最悲壮的，就是从山东出发的8000中学生。当时这个国民党越打越败的时候，山东的各个中学，有济南的几个中学，淄博的几个中学，潍坊的中学，青岛的中学，由校长老师们带队的8000子弟的庞大的，其实就是步行的流亡团一路南下。这一路上我就不说了，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网上搜索，回去看一本，我现在不能说书名的书大家在评论里讨论一下就知道哪本书了，特别详细的讲了。总之这8000学生跟着老师一直辗转到湖南，到广东，最后辗转到了澎湖。因为实在没办法接受这么多学生在澎湖怎么办呢？就拿一尺子量身高，所有过这身高的中学生当时在澎湖就入伍。然后老师们校长们就恳求说，我们的孩子们走了这么多8000里路，然后一直辗转到这儿是为了读书的，不是为了当兵。当兵在大陆就当兵了，那不行，现在是战乱时期，戒严时期，那你来了就得当兵，那没办法。老师们坚决不同意，结果还把有的老师抓起来枪毙了，说你不同意你就是共谍那个时候只要说你是共谍，就立即就把你枪毙。所以有忠诚的，终于这国民政府带着8000学生受了那么多苦，最后到了澎湖，最后被枪毙的。最终是流落到台湾中部，给他们找了几个学校安顿好了。就是这8000学生从山东出发大家想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一直流到台湾。给大家讲一个我亲身认识的一位传奇人物的故事，他其实就是很有代表性。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这个人姓崔这个前几年刚刚去世去世之前我每次去北加州都去看他，跟我关系非常好，大家都管他叫崔大师，具体名字我就不透露了大家听完故事就知道为什么不透露。他在北加州开了一个叫东方中医药大学，专门教中医针灸等等。本人是一个武当高手，80岁的时候还能背膝上墙。他的人生简短讲，
就是先是在武当学艺，学艺下山回村子娶老婆，结果刚娶老婆，日本鬼子来了，日本鬼子就强暴了他老婆。他很悲惨的，就是他老婆被强暴以后，就问他说：“那你还要不要我？”啊，他就没说话。啊，这中国人传统那种心理嘛，就觉得你好像就已经脏了。他老婆就愤而投井，自杀以后他就痛恨日本鬼子，于是就投军了，投的就是青年军。青年军大家知道有10个师，最后青年军有1个师是退到了台湾去。青年军10个师都是文化素质比较高，而且政治素质也比较高。一寸山河一寸血嘛，10万青年10万兵。他参加青年军在战场上非常英勇，因为武功高强，就被军统看上了，军统就派他到上海。参加蓝衣社啊等等锄奸。他在抗战期间在上海亲手杀过2个日本军官，怀着对日本鬼子无比的仇恨啊，而且是每次冲锋在前，掩护在后，深受军统袍泽的这个喜爱嘛。他又年轻嘛，当时在上海一起锄奸的是军统跟青帮一起，所以他跟青帮还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大家都很喜欢他，武功高强啊又忠勇的这么一个年轻人。这个抗战结束以后，他就回故乡了，本来就想安心做一农民就完了。结果那个他的故乡解放土改，然后就有人知道他是军统特工，然后就被戴着高帽子写着蒋匪，就要把他枪毙。结果他的哥哥因为早年参加了八路军，正好已经当了我军的一个营长，于是他哥哥把他救了。他哥就说你就别在上海待了，你就最好跑到离故乡越远越好。然后日本鬼子败了以后，本来想好好过日子嘛，结果又内战了。到末期的时候，他还参加过保卫上海的黄金，因为全是青帮保卫嘛。他是当时青帮请他来一起当保镖，保护那些上海银行里的黄金。然后最后给了他一张船票，说你可以去台湾。那一张船票是非常珍贵的啊。但是他其实不太想走，因为他最后在内战时期，他对国民党也很失望。就他在码头上就把他的这张船票给了一个撑着油纸伞，当然比较电影化了啊，撑着油纸伞的青年学生在码头上找不到船票。然后但是坚定的要去台湾，他说那你拿我这张船票走吧，他就留在了大陆。结果他又见义勇为，他这个人就是到80多岁都有那种武当大侠的豪气。然后看到工厂里一个流氓，他又把人流氓打一顿，结果一下把身手给暴露了。人一看身手这么好，马上第2天就有2个中共的特工来找他，他一想这下完了，发现我是军统特工了，那我就死了呗。结果人家没发现他是军统特工，人说我看您身手高强，你愿不愿意加入我党的这个特工组织？他说那就加入吧，于是加入中共的特工组织，而且训练他发爆啊、爆炸呀、刺杀呀，发现他样样都学特快。废话，他能学得不快？他原来就是军统特工，他什么都会。所以在中共特工的训练下，发现他学习成绩第1名最好，于是就又把他派到舟山去，正好驻防舟山的就是他参加的那个青年军，大概是207师吧。结果遇到当年的袍泽，那大家都特别心灰意懒，大家都觉得反正败是已经败了，去台湾也没意思，有的人就散了逃了，有的人就回大陆，有的人去美国留学等等等等。他在那青年军里待了一段时间，也没弄到什么情报，也没什么情报啊，大家就败军守在那儿。然后青年军撤回台湾的时候，他就到了一个很小的小岛上去，加入了海匪。这个海匪是在民国历史上还有点小名，叫双枪黄八妹。所以每次他在旧金山我去找他，给我讲他的历史，我都傻了。我说你就是历史的亲眼目击者。而且他跟我讲，但是这我不知道真的假的了啊。他跟我讲，双枪黄八妹还爱上他了，因为在海岛上，黄八妹的家里都是地主，那在大陆的时候被镇压了，就土改的时候被镇压都枪毙了，所以黄八妹是怀着对共产党的这切齿仇恨，在那守着那小岛。他在岛上，他最后跟我说，他说最后我军进攻那个岛的时候，在前一天晚上。这可能稍有点演绎，但是每个人都会说自己有魅力的嘛。黄八妹好像是跟他那个什么了一下。然后最后跟他说明天共军进攻，你上船赶紧走，我派一个最好的水手带你去台湾，你就不要在这儿待了，因为我们肯定都死了。于是他最后上了船，上船之前黄八妹跟他说，其实我知道你是中共的特工，但是因为我比较喜欢你，所以留你一条命，你也别跟我们一起死。于是他上船走了，他就到了台湾。所有到台北的人下了船都要集中在一个集中营里，挨着个甄别，就看你是不是共谍。结果就是带他去台湾的这个船夫揭发了他，说他是共谍，于是就戴了一个高帽子写着毛匪，就准备枪毙的。他跟我讲，他说我在监狱里坐着数着日子，说我准备被枪毙，就觉得人生好有意思，说我一会儿被戴着高帽子写着蒋匪要枪毙一会儿又戴着高帽子写着毛匪要枪毙，反正就是这样的命吧，反正也无所谓，战乱年代看惯了生死。结果马上要枪毙他的前一天晚上，牢房里进来一个人，
就是来挑人加入台湾的这个叫青年改造委员会的特工组织，然后就把他带出来了，去甄别他，就问他问题，也不是怎么就那么巧。我觉得这个简直拍成电影太神奇了。这个负责甄别他的特工，就是他在上海码头把船票给了的那位青年学生。那位青年学生到了台湾以后，就加入了蒋经国的叫青年改造委员会。因为老蒋到台湾以后，所有老臣都不信任了，就让他儿子重新清洗党嘛，另起炉灶，所以搞了这种青年改造委员会，接受了大量的反共特坚决的大陆来的青年学生。就这位青年学生于是就加入了，然后就负责在台北甄别大陆来的青年。结果正好就赶到这人手，这人说：哟，是你，那我就不问你是怎么来头，我也不问你什么，你救过一命，那我就救你一命，你就加入这个。于是他就加入了青年改造委员会，而且在二组当组员。这二组其实就是后来发展台湾黑帮啊。他给我讲的最有意思的细节是，他当时从大陆出发的时候，给他的任务当特工也好，什么也好，是有一个暗号的。这个暗号就是，如果有人跟你联络说陈诚家里的司机崔卫是你吗？10个字，你就回答1、2、3、4、5、6、7、8、9是10个字。这暗号，他一直带着这暗号，然后居然都做到了蒋经国的侍卫。某一天，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的人问他说：“陈诚家里的司机叫崔卫是你吗？”他当时都傻了。他离开大陆已经好几年了，然后没有人跟他接头，然后他早就忘了自己还是特工这身份。但是他当时说：“我学武出身，学武出身都有一种直觉，就叫我得仗义。”他就立即就在电话里把暗号对出来了。对出来以后，那个人就说：“你给我一下你的账号，我会给你提供一笔经费，然后给你布置任务。”他就给了账号，而且账号里还汇进了2000块钱。那个时候2000块钱很多啊，他就开始天天等这任务，等这任务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就账上多了2000块钱。他就想说这是怎么回事？当然一个人狭义，他就把别人想的也都很狭义。他就想，后来他80多岁的跟我讲，他说这哥们儿一定是一个牛逼的铁骨铮铮的中共特工，他一定是被抓起来枪毙了。但是枪毙之前他没有供出来我，不然我也被抓起来枪毙了。他知道我是谁啊？那说明这哥们儿是个好汉子。既然这哥们儿是个好汉子，那我得报答他。我倒没有什么主意啊什么，我觉得这个学武之人嘛，既然没有任务，我就自己执行任务吧。他就自己去做2个土炸弹，准备，因为蒋介石他差不多每个月会来到青年改造委员会开一次会，就准备我既然是侍卫嘛，那我就有机会拿炸弹炸蒋介石。还跟我讲说看门的有钥匙那人叫老谢，他还去给老谢买了酒啊、猪耳朵什么的，把老谢的钥匙都骗到手了，就准备刺杀蒋介石啊。其实也不是为了什么主义，就为了他觉得那哥们儿掩护了他，那哥们儿是仗义。结果这个时候大陆传来消息，他的哥哥就是在家乡救过他的，后来当了营长的，就我军营长，他的哥哥有一个弟弟是军统特务，因为出身身份不好被镇压了。结果他愤而到海边，我不知道他说的跟我是一切都是真的还是有的是假的啊。总而言之，我复述他给我讲的故事，把他自制2个土炸弹扔到了海里，就说我再也不执行这些任务了。于是就开始浑浑噩噩的生活，然后也没结婚，一直在那混了很多年，直到他在上海救的那个青年学生，后来在台北又救了他的那个人，已经当到台湾情报机关台北站的站长了，他也升成了一个小官。有一天大家在一起喝大酒，这个太电影了，他给我讲的绘声绘色。他说喝大酒喝大了，他就去厕所上厕所，厕所有一个门挡板底下是空的，然后他在挡板里吐，一边吐一边就听见外边有一个人上厕所，然后周围都没人，只有他俩。那个人突然隔着挡板问他说：“陈诚家里有一个司机叫崔卫的是你吗？”他说当时我隔着那个板想了5秒钟，我没有回答。他说我也再也不是当年那个热血青年，电话里一接到暗号立即，他说我没有回答，而且我透过那个挡板看到了这个人穿的是黄皮鞋。他说我回到那个酒桌上，假装把筷子掉在地上，都是特工嘛大家，然后我就去捡筷子，就看了一眼谁是黄皮鞋的人，然后他就找他这哥们儿，就这位当年的青年学生，现在的台北站站长。他说我要跟你做一个交易。那哥们儿说什么交易？他说你的手下有一个重要的人是共谍啊，但是我要告诉你他是谁，有一个条件，你给我一本护照，给我一张机票，我要离开台湾永远不再回来。我不告诉你原因是什么，我只告诉你你手下有一共谍，我拿这给你交换，你换不换？那
台北站站长他那哥们儿说好，我换。那哥们就给他办了。当时台湾是配合 CIA 中情局，到处在其他地方训练游击队。他说，为了给你这么一差事，你去尼加拉瓜啊训练啊，当然你可以在旧金山逃跑啊等等，我给你办了护照跟机票，然后我送你上飞机，然后到了机场，马上上飞之前，他对那哥们儿说，现在我要走了，我要告诉你，你手下谁是共谍。那哥们儿跟他说，你不用告诉我，你不用跟我说这些话。当年在上海，你给过我一张船票，今天在台北，我给你一张机票，你走，永远别再回来。这哥们当时都傻了，回头跟我说，他说那就说明那哥们也是共谍呀，不然的话他为什么不让我说出他手下谁是共谍？于是他上飞机去尼加拉瓜路上，在旧金山转机的时候逃跑了。先是在旧金山的公园里教大家习武，后来就开了武馆，武馆又衰落了，他又开了中医药大学，然后终生也没娶，终生也没再回台湾，也没回大陆。我那时候开车送他回家，他家还挺大，他就住在 Macy's 的老板之前的那个房子，在奥克兰的山上，然后很大的一个宅子。我开车把他送到那儿去，看到他一个人80几岁的时候，走到那个北加州落叶很多嘛，就在走到那个落叶满地的小径里，打开信箱在那儿看里面的信。我坐在车里看着他，我当时就想，没有一封信自故乡来，这信里除了账单什么都不会有，因为他也不会有故乡，他也不会有亲人。这位崔大师的故事有多少是真的我不敢说啊，但都是他亲口给我讲的旧金山。那个时候我去旧金山最大的乐趣之一就是找这位崔大师给我讲他的故事啊，他只是1949年离骚之年的千千万万人之一，离开了故乡，永生没再回去。就像于右任临死之前写了几句诗，葬我于高山之上兮，遥望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伤。好，离丧1949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哎呀，满怀感动。